这班在清晨6点发车的自强号，行驶于苏澳到树林之间。这么短距离的自强号，停站数竟然高达19站呐！总行驶时间竟然还要3小时，超级久了。听到这边，你们该不会觉得搭乘这班车的人数应该很少吧？完全错误！这个画面是它在北部段的搭乘人数，人潮鼎盛啊！而且这一班车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可以让你在通勤时有类似包厢的座位哦。欢迎收看今天的神秘车次消失列车特辑。今天我们要搭乘的神秘车次就是261次自强号啦。261次同样也是在这次改点中会停驶的名单里，所以消失列车特辑就不能少了它啦。说了那么多，我就马上出发去搭这班慢郎中自强号喽 ！Let's go！今天我们搭乘的261次是由 DR2800 型柴联车自强号所运行的，经由宜兰县行驶于苏澳到树林之间，沿途的停靠站可多了，请参考下图。我今天选择搭乘的是汐止到树林这一段。大家可能会觉得，明明这班车是自强号，但为什么停靠站却比莒光号还多呢？推测原因大概是为了让小站的旅客也可以搭到早班的快车，加上刚好是在通勤时间，所以才会停靠那么多站咯。而且这班车原本也是从莒光号改过来的，所以停靠这么多站也就不奇怪了。柴联车轰隆隆的引擎声，对早起所以没精神的我来说，好催眠啊！柴联车就是有一种 ASMR 的感觉，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一下运行261次的 DR2800 型吧。DR2800 型是台铁第一列有空调的柴联车，在6月的时候，它才刚过完40岁的生日，算是蛮有年纪的车了。而261次的内装跟我们之前搭过的311次一模一样，一样的单侧车门，一样的座位，一样的跃动门，一样台铁 style 的厕所，配上差不多的风景照。除了这些标配的内装之外，261次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几个号称天王座的座位，让你在通勤的时候就像是在包厢里休息哦。我们马上去看看吧。哇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王座包厢啊！虽然柴联车基本上都会有这种天王座，但在通勤时间坐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嘛。能够在上班上课前可以独享一个小空间，有一个自己亲近的时刻，想想其实蛮有吸引力的。不过天王座似乎是没办法划位的，所以只能拼看看运气好不好啦。之前大一周五，我都会搭261次去上一堂10点的课，因此我也算是261次的常客了啦，所以也有点感情了。今天搭乘的261次与262次会在6月29的改点中停驶，不过在这之后，还是会有区间快车接替这2班车行驶，分别是40074次与4048次。虽然改点后的区间快车比较新颖，也的确比较适合通勤时间使用，但柴联自强号带给我的感觉还是蛮不同的，像是座椅舒适度比较好，又能够多加一点钱，有个专属的座位，这些都是区间快车所不能带给我的感受。尤其是柴联自强号自带的 ASMR 效果，对于需要补眠的我真的很有帮助啊！但有机会睡过头就是了。说着说着，261次也抵达终点站树林站了，我们就准备下车啦。
261次的离开，也算是为他的任务画下句点了。接下来运送通勤乘客的任务就交给4007次区间快车啦。OK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2614之旅啦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通勤自强号的感想是如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啦。虽然之后还是会有区间快车接替2614跟2624啦，但那种可以先预定的座位，高级的通勤车包厢就没办法再看到了。不过我还是觉得这种时段用区间快车会比较好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按下喜欢以及订阅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咯。我是 Cutie Boy，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见，拜拜。